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昨天我们提到美股是一个上涨趋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八剑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组出现新高的一个预期。那么行情本周的一个震荡呢，完全是 K 线当中的一个干扰性 K 线。我们看到这组 K 线连续5个交易日，本周运行的5个交易日啊，都是围绕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展开的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上方上涨预期的一个预判。美股在不断冲击高点、不断冲击前高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比特币正在不断的下行，在下行和弱势的过程当中它的原因是美国 SEC 起诉了币安平台。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在6月5日开始。6月5日开始标志性阴线之后，后面的 K 线呢也称为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那么这组妖怪 K 线走完之后，下方是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完成一个快速的日线级别下跌行，这是我们对比特币的一个观点。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也可以看到早在4月17日这根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开始之后，行情在本周出现了一个八节阴线下方呢是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呢，我认为比特币是有可能完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同时与上涨过程当中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相互对称，最终呢实现我们可以现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上涨之后的对称时间级别的下跌过程。那么本轮行情重灾区呢，是由以太坊和 BNB 导致的。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当中，本周出现了快速下行动作。这轮下行动作呢，是由上方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了一个压力位。产生了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对的一个下行动作。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这个交易对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虽然这个位置上有169均线和144均线支撑，但是反弹力度非常不明显。这样呢，就构成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容易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如果走出唐僧阴线，那么我们看到以太坊将要非常弱势于比特币。回到以太坊和 USDT 的交易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轮行情，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相对比特币是强势的，但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在本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沙僧阴线，下方呢是唐僧阴线也就是169均线和箱体中部的一个$1600附近，很快将要到达。同时呢，如果发生对称性的上涨和下跌同步比特币的话，我们给出以太坊目标点位是在$1500。前几天我们就提到了币安的 IEO 币种很多将会出现快速下跌，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它的诱因主要是 BNB 出现了一轮下跌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下跌结构当中，我们可以在周线级别和日线级别上分别看到本轮行情冲刺到$691之后，在高点位盘整了2年之久，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了非常完美的收敛三角形结构。这个收敛三角形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那么形至今日已经到达焦点位。我们知道焦点位是一个黑洞 ，K 线非常容易被黑洞所吸引过来，所以呢，由于 SEC 起诉 Binance 平台，行情在这个里面这个位置上出现了急速下跌。下跌过程当中，第一点我们看到目前已经非常接近于$220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点位。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形成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那么根据江恩的等位置波谷法则，4次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容易创出一个新的低点。那么如果到达$220下方跌破$220之后，我们将面临着从$220到$45这样的一个区间的巨大的回补。这个区间呢，是早在21年1月到21年3月份快速拉升形成的，至今没有完整的进行回补。那么本轮行情是牛市开启之前最后一次见底的机会，也是空头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宣泄下来的唯一的一次机会。对于空头来说，应该在当前把握住时机；对于多头来说，要有观察仓，同时呢，随着下跌不断的摊低成本，因为下方是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第二部分4项战法提到的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如果你能够拿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呢，可以看到我们这本书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西游战法就是把 K 线拟人化，第二部分呢是4项战法。4项战法呢主要是抓位置，
抓住你在行情当中能够把握到的、能够预判到的、能够抓住的位置。在 K 线休战法这本书里面，你只要抓住位置，把握趋势进场分布式进场把这个仓位打散，最终呢就会获得趋势上的利润。那么这本书的第3部分呢是64卦战法，也叫8864卦战法，也叫八卦战法。八卦战法呢一共有64卦，每卦6爻每一爻就是一根 K 线有阴爻有阳爻，分别代表着阴线和阳线。那这部分呢是用来查阅的。那么回到 BNB 这个位置上，我们刚才提到了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被黑洞所吸引。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本周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周线级别悟空阴线，再往下走可能就会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那么最终回补到$100是非常大的可能性的就这次本轮行情的趋势来看，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同时呢，我们知道 K 线休战法当中有一章节提到了空头是空头他妈生的，多头是多头他妈生的，源自《大话西游这里不是骂人的话。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空头的宣泄可能会造成嘎多的一个画面。那么如果嘎多出现的话，那么最终导致周线级别下跌期到达唐僧阴线的这个位置上，我们认为 BNB 回补到$100这个回补指的是多头上涨之后形成了一个筹码空缺区。通过空头的方式进行回补，那么对称性的涨跌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因此 BNB 这次 BNB 的事件被起诉，同时有2个国家，美国和印度尼西亚要禁止 BNB 平台进行交易这2个国家起诉之后我们认为 BNB 平台币BNB 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将要有一轮快速下跌，但这轮下跌呢是 BNB 未来2年唯一一次的低位的机会。在低位的时候，你要逐渐把仓位建起来，同时呢，也可以建立一定的低倍杠杆。注意一定是低倍杠杆多单，这样呢，在未来牛市过程当中才能够赚取多头趋势比特币4年一个牛熊轮回的一个利润因此呢，在调整过程当中耐心等待分仓进场，并且呢有一个观察仓是在行情当中和建立联系建立和BNB 的联系的一个纽带。很多山寨币目前已经惨不忍睹，包括强势币 IN 勾。这轮行情我们看到收敛三角形这样的一个结构，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生突破的，但是焦点位这个位置是容易出现下跌的。这个结构我画了很久，大家可以在往期的节目当中看到这个 IN 勾的一个结构。它本身呢是在近焦点容易发生突破崛起，但是由于比特币 BNB 的下跌被带动了下来。那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在日线级别要观察一个位置，就是在$4.8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144均线和169均线粘合的一个支撑位，在这个位置上开始可以布局一个仓位。这个仓位呢是未来有可能出现反弹机会，甚至是有可能反转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之前比特币和以太坊就在3月10日左右出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支撑位出现一波上涨，这波上涨呢是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同时呢也是由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构成的因此呢，对于 IN 勾来说，那么它短时间内的机会在$4.6，但这个位置上如果建仓的话，一定要设置止损，单点建仓设置止损多点进仓分仓进场的话，就要考虑在下方不断的摊低成本。对于 IN 勾来讲，本轮行情我们见证了一个700%的一个上涨幅度，在如此大的巨幅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已经调整了50%左右。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如果比特币能够企稳的话它在144均线和169均线附近是能够获得支撑的。对于一些相对主流的像 UNI 这种道指这种币种，我们看到跌破结构之后，目前处在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它的下方呢空间不是很大了，因为它下方的有一个前低附近的反弹位的支撑，因此呢，我们看到 IN 勾在$4附近之后呢，它几乎跌不下去了因此呢，我们认为在$4附近的 IN 勾已经集聚$4附近的 UNI 刚才口误UNI 已经集聚了一个投资价值。那么黄金坑位置进场之后，下一步可能会绕行过来出现一个反弹。那么对于 UNI 来说，我们认为未来2年牛市到来之后，到达$100到达$100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主页右上角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一书。感谢大家，再见。